大家好，欢迎收看《万象奇谈》，我是大象。2016年3月28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星期一，全职妈妈王婉瑜带着年仅3岁零11个月大的小女儿小灯泡，上午10点多的时候，从文湖路住家出发了。这娘俩沿着西湖路国小围墙，是要走到西湖路捷运站去接孩子们的外祖父、舅舅和一对弟弟妹妹回家。途中，小灯泡还很开心地跟母亲说：“我想见外公。”正当骑着滑步车的小灯泡跟随推着手推车的母亲途经内湖区环山路1段9巷附近的时候，年纪幼小的小灯泡骑着的滑步车上不了转角的店家骑楼。母亲王婉瑜放下手中的推车，准备去帮助女儿搬车转向骑楼的时候，有个男人突然一步向前。原本王婉瑜以为这个男人是想好心帮忙女儿提车上楼，随即嘴里还不好意思地说着不用，但令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男人竟然在一瞬间快速抓住女儿的头，立即转向侧边，发了狂的似的朝小灯泡的脖子。王婉瑜还没有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似乎一切已经来不及了，只能一边本能地大喊着救命呀，一边拉扯着这个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年男人。男人的脸上被王婉瑜抓出一道道血痕，但这个男人并没有停手的意思。后经法医鉴定，小灯泡身中23刀，基本都集中在脖颈处，造成的后果非常恶劣。不足1分钟的时间，小灯泡就身首再无生还的可能。故事讲到这里，估计多数朋友已经被惊得一身冷汗。这个男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对小灯泡下此毒手？为什么有人说支持废死的孩子母亲王婉瑜，在诉讼中却要求法院判处被告处以极刑？作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留美博士，真的会做出如此逻辑不能自洽之事吗？为何在小灯泡过世以后，王婉瑜所做之事会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为何历经法院数次审判，被告人只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许事件的走向真的会超出我们曾经最朴素的认知，即使你曾经认真的关注过本次事件。鼓励大象马上开始。故事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犯案中的中年男人。男人名叫王景玉，出生于1983年，时年33岁，就住在案发地点附近的智盘社区。根据10年媒体的报道，案发时听到孩子母亲王婉瑜的呼救声，先是对街修车厂的一对许姓兄弟拿着车厂里干活的撬棍就冲了出来，在另外5名路人的联手下，王景玉被压倒在地，直至台北警方的到来。根据10年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警察和记者的回忆，当时王景玉被民众压制在地，动弹不得。当看到赶到现场的警察时，他竟然以似有委屈和撒娇的语气对警察说：“我好痛哦！”当时在场的媒体记者愤怒之气瞬间被点燃，怒声狠批：“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比你更痛？”2016年3月28日，案发当晚，台北警方当即就对嫌疑人提审问讯。王景玉先是闭口不答，声称自己要行使缄默权，随后要求参与问讯的警察马上给朕跪下，还对警员大吼：“见到朕为何不下跪？”王景玉声称自己是3皇5帝中的尧帝，以及是四川皇帝。王景玉指出，被害人小灯泡长得像个四川人，而自己是四川皇帝，故杀之。他还扬言自己要跟四川少女传宗接代，言行举止非常诡异。当晚，士林地检署检察官接手审讯，便以涉犯杀人重罪且有逃亡之余，声押王景玉。士林地院深夜开庭，于晚间23时50分裁定收押禁见。3月29日凌晨1点左右，王景玉被收押于新北市土城看守所。至此，这起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于台北街头的随机伤人事件告一小小段落。等一等，我知道你肯定心里已经断定，又是一个神经病没有看好，伤及无辜的偶发事件，那你就真的低估了事件背后的疯狂。
次日，警方为了搞清楚王景玉为何如此疯狂，前往王贤家中，于其屋内搜出了29本笔记本，各种写着“拥护国家、抗日战争”等字句。也还抄录了秦始皇、忽必烈等皇帝事迹。他不仅将自己的名字与方士徐福并列书写，还在笔记中描绘了抗日战争、八国联军等杀戮战场。另一笔记本还记录了几月几日几点到哪些地方的流水账，字句混乱，堆叠一起，毫无逻辑。至此，检方初步怀疑王景玉有严重的精神病症，幻想自己是帝王或伟人。而之所以言必称四川，是因为王景玉籍贯四川。同时，台北市刑警大队通过对其家属的走访和审查，确定王景玉是毒品吊唁及治安顾虑人口，定调此案是吸毒过量幻想杀人事件，但当时并没有对王景玉进行精神鉴定。现在我们把案件的视角转向小灯泡的家人这边，目击整个过程的母亲王婉瑜直接崩溃，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和家人交代此间发生的事情。在协助警方现场问讯时，王婉瑜强作镇定，冷静配合，直至小灯泡的外公舅舅一直等不到人，接到婉瑜通知后，从捷运站冲到了现场，王婉瑜这才痛哭失声。这个不难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刚刚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不是马上哭天喊地才叫伤心，因为当时的现场就她一个人。但当她看到爸爸和兄弟、丈夫等亲人时，那颗被惊吓到的心有了支撑时，才痛哭失声。尽管如此，也正是由于王婉瑜当时案发后理性的发言，遭到了键盘侠们的攻击。前述有提，嫌疑人王景玉是于当天夜里，也是次日凌晨1时被送往新北市土城看守所。当时守候在外的媒体记者们拍下了当时的画面。资料画面显示，当时王贤的脸上挂着血痕，面对民众的追打围剿，也是面无表情。之所以要把这一段特别拿出来讲，那是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人无言以对。惊悚场面就这么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引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围观，愤怒的情绪越发激烈，甚至有些民众已经准备好棍棒，聚集在派出所大门外，就等王景玉做完笔录现身现场。事件经媒体报道发酵后，互联网上群情热议。虽然多数民众纷纷谴责凶嫌恶行，要求法院必须严惩判死，但也有些不太和谐的声音突然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有人质疑王婉瑜当时为何不拼命救下小灯泡，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凶嫌对亲生女实施迫害吗？其实关于这一点，我都不用去看当时网上的讨论，我就可以回答这些键盘侠们。先不要说男女之间本身就有力量悬殊，当一个家庭妇女面对一个退役军人，在一瞬间突如其来的暴行时，是个正常人也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强行介入吧。我特意翻看了当时的报道，案发时前后用时不足1分钟，也就是说致命的很可能也就是行凶时的前几秒。那些键盘侠们，你们扪心自问，如果是你能反应得过来吗？你们有把握可以拼了命就能制服歹徒吗？另外有一个细节，在10年的报道中曾经被反复的报道过，我想键盘侠们应该都看过的。这里我们拿出来重点回顾一下。根据台北警方调查的结果显示，案发当日上午8点多，家住环山路217巷社区，平日里几乎不出门的王景玉，突然骑着摩托车前往内湖大润发医馆，花了219元买了一把全新的剁刀。当时警察把其逮捕后，问讯时曾经问过，为什么当时要买一把全新的？王贤回答，他说家里的爸妈还是要用的。王景玉拿着新买的工具，在住家巷弄内西湖国小围墙外游荡，一度还想翻墙进校园，但被民众发现而作罢。关键的问题来了，就在王景玉被民众发现要翻墙入校，被民众劝离后，他又来到了西湖国小的大门处。就在此时，他发现了途经此处的王婉瑜母女，并开始尾随母女2人。差不多尾随50公尺后，看见女童骑不上转角店家骑楼，王景玉突然一步冲向前。为什么万象要把这篇新闻重点拿出来讲？大家应该发现了，王景玉一开始就是直奔小灯泡而去，在没给任何人转圜余地的情况下，就胁迫了小灯泡，并立即实施了犯罪。其母王婉瑜此时反应再怎么快，
快，也不可能快过王景玉。他从始至终就没想过要伤害其他人，他的目标就是小灯泡。即使其后王婉瑜已尽全力扑向了王景玉，抓得他脸上血痕累累，但王景玉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转向母亲王婉瑜，而是继续对准了小灯泡。如果这个时候还要苛责于母亲王婉瑜，我只能说键盘侠们不要只动手指，也请动动你们的脑子，好不啦？根据10年新闻的报道，有多处新闻提到当事人王婉瑜是废死立场的支持者。比如2018年4月19日，源自雅虎奇摩新闻编辑室的这篇报道中提到，许多人检讨的是王婉瑜废死立场，并质问王婉瑜：难道你要台湾多几个小灯泡才甘心吗？但在台高法3审后，以判处嫌疑人王景玉无期徒刑定谳后，小灯泡的父母却公开对媒体表示不会接受嫌犯的道歉，希望判处死刑，并明确表示对社会安全网的不满使他们支持处死。这就让人非常疑惑，如若王婉瑜如报道所述是废死立场的支持者，然而到后面判决结果出来后，她与丈夫又公开表示希望法院判死，这前后差距实属让人摸不着头脑。为此我寻找了好多的报道，想确定王婉瑜及其丈夫至少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是废死立场的支持者的报道，但很遗憾，我只找到了这个最为接近的表述。2016年5月，士林地检署侦结后，案件移审士林地方法院。当天上午，小灯泡的母亲王婉瑜及其委任律师上午皆在脸书上发表了长达2600字的最终意见陈述。这其中提到，告诉人并非支持或反对死刑。对此，告诉人曾向媒体说明，对于死刑，告诉人没有定见，而是反对除之而后快的大众心理，甚至司法设定。除此之外，犯罪行为人背后的家庭问题仍在，社会问题仍在，那么此类不幸事故的发生可能性及其风险就仍然存在。如果法院的判决能够仔细斟酌犯罪心理的构成、犯罪行为的成因、生命人格始终其他社会角色的影响，能引起更多改善社会关系的行动，那么被害人小灯泡的牺牲就能在绝地里找到价值。据此，如果说王婉瑜就是废死立场的支持者，我想多少是有些牵强的。当然，这其中绝不会是我为某人刻意洗白，如果是我资料查找的途径有问题，没有找到相关的报道，也请朋友们评论处指正。我这里想表达的是，当我们面对不定论的报道时，请保持一颗自省的内心，莫要人云亦云，总是用什么听说、听谁说，人家到底说了什么，你有真正了解过吗？如果没有，以讹传讹，最后就成了杀人不见血的道听途说。甚至网络上有人根据传言中的王婉瑜支持废死立场，最后还弄了一个主张废死的人士是因为未经人事惨痛犯罪被害遭遇，如果经历过就不会再如此主张。王婉瑜女士的遭遇与行径是不是正呼应了这种预期呢？这个言论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王婉瑜是不是铁定的废死支持者呢？2016年5月23日，士林地检署检察官以刑法第271条及儿少法第112条起诉王景玉，并求处死刑。因涉及太多专业的法律条款，万象在这里就不过多累述。简单的说，士林地检认为，嫌疑人王景玉与小灯泡家人素不相识，并没有任何嫌隙与纠纷，受害人家人也不曾对他有言语上的刺激，却在公众场合随机。大家注意检方的用词，这里用的是随机，对不具有抵抗能力的4岁女孩高达23刀。女孩母亲更亲眼见到了挚爱遭一辈子承受失去亲人的痛楚及遗憾，且嫌疑人犯案后未曾表达过忏悔或对家属有抱歉之意，均显示罪大恶极且毫无悔意，难以教化，因此请求法院判处死刑。但从士林地院到台高法，先后经过1审、2审、更1审、再审、3审数次审理，最后台高法驳回检方与王景玉的上诉，判处王景玉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这里的公权力应该指的就是大陆的剥夺政治权利。法院认为王景玉犯案时明知其行为违法，辨识能力、控制能力均与一般人无异，不能适用刑法第19条规定不罚或减轻其刑。
但他罹患思觉失调症，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得对精神障碍者判处死刑的规定，故不能判处死刑，处无期徒刑定谳。法院判决结果出来后，小灯泡的妈妈王婉瑜在脸书上发文称，既然司法做了决定，我们希望司法单位能够正视犯人的处境，达到真正的矫正效果，不该由全民承担再犯风险。万象特意去查了相关的资料，小灯泡案件由最高法最后定谳的时间是2020年4月15日，而王婉瑜代表实力参选立法委员，当选的时间是2020年1月11日。也就是说，其女小灯泡案件还在进行当中的时候，王婉瑜已经接受了相关方面的邀请，走向了从政之路。估计这也是为什么王婉瑜遭到偏激网友言论恐吓的根源所在吧。节目最后，我们有必要把视角放回到王景玉的身上。根据10年王景玉的代理律师事后在电视节目里的陈述，王景玉的父亲在案件审理期间前去收监单位探望妻子，曾经问过监警，可不可以不要给景玉吃那些精神方面的药物，那样对他的身体不好。监警问他，您知不知道王景玉生病了，之所以病得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你们都没有很好的认识到他是一个病人，他需要治疗。另外，根据台高法更一审时的资料显示，本案发生起因是因为王楠长期精神疾病所引起的幻听妄想，再加上王楠和其家人缺乏病耻感，没有稳定接受治疗，使得发生本件憾事。卷宗强调的王楠及其家人病耻感缺失，造成其病没能及时治疗。但是，万象想说的是，判决结果出来后，高检署检察官黄东熙不无担心地指出，依据台湾现行法律，王景玉被判无期徒刑，但众所周知，王犯服刑25年后即有可能获得假释，一旦获得减刑，有可能服刑不到10年即可假释出狱。亲人们呢？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全社会是否已经做好了接受他回归的准备？根据台大医院精神鉴定最新鉴定结果显示，王景玉病耻感有显著进步，但仍有不足。对于未来是否需要接受精神医疗的帮忙，王景玉表示，若是能够出狱，或许会继续去看精神科门诊一阵子，但若父亲觉得不需要，他也会觉得不需要继续看医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王父曾去看守所探视其子的时候，曾经就说过，可不可以不要给景玉吃那些精神方面的药物，因为他觉得那样对他的身体不好。这样来看，假若有一日王景玉真的出狱，第一个给他断药断诊的人，应该就是他的父亲了。第4度精神鉴定专家沈胜昂则表示，王景玉在狱中有人监控及定期服药，妄想状况有明显改善。若出狱回家，在没人监控服药之下出现失控的情形，可以预见改善的希望并不乐观。以上，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平安喜乐。